您好，贝森特部长，我是史蒂夫·索特，来自今日美国。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又如何相信美国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些贸易协议的全球领导者呢？鉴于这些针对格陵兰岛的新关税威胁，美国与英国和欧盟的关税协议将何去何从？当政策可能朝令夕改的时候，任何国家又为什么要与本届政府签订贸易协议呢？您刚才提到了确定性，也提到了资本支出。如果我是一名企业高管，如果我不知道未来将面临的成本、费用和关税，我又该如何决定未来的投资和资本支出呢？我再说一遍，我认为这和我们4月2日听到的那种歇斯底里是一样的。当时出现了一阵恐慌。我在这里敦促大家做的就是坐下来深呼吸，让事情自然发展。正如我4月2日所说的，各国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对美国采取升级行动。当时只有一个国家，中国采取了升级行动。我们最终陷入了一场不幸的针锋相对的关税上调，我们最终达到了145%，比125%。通过川普总统与习主席的良好关系，我们设法稳定了这种关系，并提供了极大的确定性。至于您关于额外关税的问题，川普总统在格陵兰问题上威胁的与其他贸易协议非常不同，所以我敦促所有国家遵守他们的贸易协议。我们已经就这些协议达成了一致，这确实提供了极大的确定性。谢谢。下一个问题，前排那位拿着笔记本电脑的记者，请报上您的姓名和所属媒体。蒂姆·巴茨来自德国《明镜》杂志。如果你们的经济政策真的如此成功，为什么它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呢？你们的总统和政府在国内非常不受欢迎，是他们无法理解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好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不会做什么，我们不会像拜登政府那样做。我相信美国人民仍然对49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心有余悸，他们有理由感到不满。拜登政府制造了一场我们前所未见的负担能力危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回想一下，在座的许多媒体都曾说，这只是一种情绪，美国人民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感受，他们不知道自己过得有多好。我相信我们的政策会生根发芽。今年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常强劲的经济，我们可能会看到4%到5%的实际增长，这意味着7%或8%的名义增长。回答你的问题，你可能不了解美国税法运作方式的细微之处，但这其中一部分是一个时间问题。当我们在7月4日通过那项大而美法案时，其中包含了总统为工薪阶层美国人制定的标志性政策：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社会保障金免税、购买美国汽车的汽车贷款可抵扣。然而，我同时也担任局长的美国国税局没有给出预扣税的指导意见，所以在2026年初为2025年报税的期限之前，美国人继续以相同的税率被预扣税。因此，在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将看到大量的退税，工薪家庭可能高达$1000，每位工人$1000。所以我们将看到这些大量的退税，美国人将调整他们的预扣税，他们的每周或每月工资将自动增加。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加速的边缘，工薪阶层的美国人将会感受到这一点。谢谢。下一个问题，请这位戴围巾的女士提问，请说出你的姓名和所属媒体。克里斯汀·李队最近在比特币杂志工作，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美国在比特币战略储备方面的策略是什么？鉴于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最近从一个名为龙卷风现金项目开发者那里没收了比特币，政府对此有何看法？
这与川普的行政命令及被没收的比特币不应被出售的政策是相悖的。有很多内容需要解释，我不会具体谈论比特币，我要谈论的是本届政府由财政部牵头，以及国会两党的同事们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立法，也就是针对稳定币的天才法案。我们正在制定明确的立法，我们的目标，再次强调，是总统将数字资产和创新带回美国本土。我们希望成为数字资产和创造力激发创新的最佳监管体系。上一届政府几乎为数字资产公司制造了一场灭绝事件。我们正在把他们带回来，我不会对那起诉讼发表评论，只想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被没收了，我相信那会是从创始人那里没收的。损害已经造成，无法挽回，所以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将没收的比特币添加到我们的数字资产储备中。所以关于比特币储备，我们的观点是，首先你必须停止出售，我们已经做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资产没收中增加这些资产。下一个问题，请那位穿高领毛衣的女士，请说一下您来自哪家媒体？部长先生，我是来自 IMI 的哈德利·甘布尔，非常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欧盟各国政府和英国一直在讨论在格陵兰问题上行使所谓的核选项，这基本上就是抛售美国国债。财政部和白宫对此有何准备？如果他们开始这样做，有什么计划？我只想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欧洲各国政府根本没有这样的讨论，这是一份由德意志银行撰写的报告，称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媒体抓住了这一点，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这不符合任何逻辑，我对此表示最强烈的反对。如果你看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市场，或者是七国集团中表现最好的债券市场。我们自2020年以来表现最佳，它是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它是所有金融交易的基础。我确信欧洲各国政府将继续持有它。就像我说的，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深呼吸，不要听信媒体，他们歇斯底里，就像他们过去那样，就像你们所有人过去那样。但让我们回顾一下4月2日之后发生了什么？歇斯底里，结果呢？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股市复苏。所以，我认为这些错误的说法，你知道的，被散布出去，变得失控。当我是一名投资者的时候，我成功的一部分就是退后一步，着眼于中长期，并忽略媒体。所以您不认为欧盟或英国有任何报复性的金融工具或措施是美国应该担心的吗？没有。下一个问题，第二排戴围巾的女士，请报一下您的媒体机构，谢谢。你好，我是纽约时报的乔丹·霍尔曼。那么您现在在达沃斯，计划会见哪些首席执行官？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欧洲的首席执行官对格陵兰及贸易协议表达过任何担忧？如果没有，您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什么？我还没有会见任何首席执行官。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会见那些我在华盛顿特区无法见到的非美国的首席执行官。您认为他们会向您表达什么？我尽量不预设问题。中间这位，但是我将给他们传达我刚才给你们所有人传达的同样的信息，那就是深呼吸，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不要听信媒体的歇斯底里言论。谢谢您。部长先生，我是中国媒体集团的记者。我想问的是，美联储表示37%的美国成年人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开支，您对此有何看法？有人提到美国民众的排队线或爱丽丝线，这个排队线主要是用来描述美国家庭财务的脆弱性，
以及预期的开支足以让中产阶级陷入财务困境。您对此有何看法？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回顾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点小时工的表现比管理人员要好，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净资产增长速度快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正如我所说，我相信您所描述的那些家庭将获得可观的退税，而且，正如您所说，很多人都对我说，哦，1000美元算什么？但是，正如您所说，对于这些家庭来说，1000美元是一笔可观的补充。他们可以将其用于储蓄或者偿还债务。正如我所说，拜登政府严重损害了这些家庭的财务状况。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个人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长是22%或23%，但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他们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与这些指数不同。他们的成本，无论是日用百货、汽车还是租金，都上涨了35%到37%。我们每天都在努力降低这些成本。排队线。那么您认为美国存在这种排队线吗？您觉得那种等着巨额费用把中产阶级拖垮、直接破产的排队线，在美国存在吗？抱歉，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您自己懂不懂。各位，我们只剩下5分钟了，大概还有时间再回答1到2个问题，请那位穿西装的先生后面的那位提问，谢谢。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我是瑞士通讯社的拉斐尔斯瓦伦。我有一个关于与瑞士贸易的问题，你们计划在本周启动一项协议谈判吗？你们有计划与瑞士官员会面吗？谢谢。是的，我将与帕默林总统会面。他在担任副总统时，我就与他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他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贸易专家。我认为他在金融方面也很有经验。瑞美贸易协议的进展非常顺利。这将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明天还会有一场发布会，给那些今天没能提问的人，后面那位穿西装的女士，请提问。您好，谢谢您给我提问的机会。我是来自瑞典商业报纸《工业日报》的马林，我只是想知道，您是否认为欧洲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是的话，我的意思是，为了让美国获得一个盟友的领土，您准备对欧洲人和美国人造成多大的经济痛苦？再说一遍，我认为那个问题是一个基于错误假设的谬论。您又一次对于川普总统的政策走向了最极端的立场。当然，欧洲是盟友，美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是阻止这场悲惨战争的伙伴，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格陵兰的未来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如果美欧之间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你觉得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再说一遍，你说，如果贸易战旷日持久，我们为什么要跳到那个地步？你为什么要把它引向最坏的情况？冷静下来，深呼吸。我们去年就是这样。我敢肯定，如果我们4月2日在这里，你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知道吗？一切都解决了。经济状况良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协定，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如果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想回去研究历史，有人这样做过吗？第2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什么？它不是一条直线。康拉德·阿登纳并不总是同意美国总统的看法，加尔·戴高乐当然不同意美国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是对抗苏联的强大盟友，不是吗？好好想想吧。您想对那些现在犹豫不决的欧洲商界领袖说些什么呢？关于他们与美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事情已经过去48小时了，就像我说的，大家放轻松，我确信领导人不会让局势升级。I am confident that the leaders will not escalate and that this will work out in a manner
事情会以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式解决，对国家安全、对美国和对欧洲都很好。谢谢。谢谢大家，这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得重新布置这个房间。谢谢您，部长先生。我再次提醒大家，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受邀明天参加。我预计在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进一步讨论贸易问题，那将是提出那些悬而未决问题的好时机。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